患者今年60岁，突发急性心肌梗塞，家属半小时前反映患者意识全无，呼吸困难。老婆子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救护车在来的路上了。苏青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得走了，我们的关系不能被他发现，不然我会因作风问题被开除。这人背影怎么看着这么像我老公陆泽？死黄脸婆，敢坏老娘好事，今天非得教你做人不可！要是苏青今天救不到人，那他这个心脏科医生就要被开除了，到时候陆泽就要跟死黄脸婆离婚了。你瞎啊？你会不会开车？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就别想进去。你开那么快赶着去投胎啊？没看见前面有车吗？女士您好，我是市医院心脏科医生苏青。小区里有位老人突发急性心肌梗塞。管你有什么事？你这车跟疯了一样开过来，把我新买的车都刮花了。今天这事必须给我个交代，否则就别想进去。我救护车正常行驶，您的车逆向行驶，责任在你身上。呸！我在我自家小区开车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。你一个外来车撞了我的车，今天这事儿你必须负责。女士，急性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是1个小时，现在只有半个小时了，我们真的抢时间。他抢救关我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我也受了惊吓，你们现在立刻带我去医院做检查。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患者真的等不及了。他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了，你怎么还区别对待？我看你这人根本就不配做医生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看你现在不也没事吗？这样，等我们进去救完人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，可以吗？市医院医生苏青开车不长眼，撞了我的车还想跑，这种人就是医院的毒瘤。姑娘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人家医生着急去救人，你怎么能来救护车呢？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都给我闭嘴！关你们什么事？就在这狗叫！我看你们跟苏青就是一伙的吧？这救护车怎么还没来？我看你们跟苏青就是一伙的吧？苏医生，不好了，移动患者心率改变，病情加重，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，必须立马进行抢救。患者情况真的十分危急，心肌梗塞，一旦错过黄金抢救时间，就救不回来了。你快放我们进去！想进去？行啊，给我50万修车钱，给了钱我就放你进去，不然就在外面给我等到里面那人断气。明明是你的车，逆行撞到我们，凭什么让我们给钱？你这分明是看着医生着急救人，你这是敲诈！你们是不是瞎？我那可是豪车，价值上百万，他开车撞到了我的车就应该赔钱。我告诉你，敲诈勒索是犯罪。苏青，原来在你心里，人命还比不过50万重要。我看你就是根本不舍得花钱，你这种人就不配当医生。你少在这颠倒黑白，对医生把救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少废话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就让那人等死。我现在必须进去，我不能让一个生命在我面前死去。好，这钱我给。慢着，我要现金。现金？你这是故意刁难人？没有钱那就去银行取啊！话说的那么好听，到头来还不是舍不得这点钱。这样，我给你打欠条行不行？你先让我去救人，救完人我马上去医院取现金给你。50万现金，今天必须给我，否则休想进去一步。那是一个生命啊！你不让医生进去救人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是我不让他进去，我都说了，给我50万我就让他进去，是他自己舍不得出这个钱。我看该遭天谴的人是他。我都说了，我可以给你写个欠条，你先让我去救人。你想想，如果是你的家人生病，你也不希望有人阻碍他获救吧？贱女人，你敢诅咒我家人？今天我非得弄死你！哎，放手！苏医生明明没有这意思。你少在这装无辜！苏青，你就是故意诅咒我家人不得好死。我看该遭报应的是你全家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将心比心一下。患者将要等不及了，你让我们去救人吧。不给钱就休想进去，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开过去啊！
这不是1栋214的林薇吗？怎么拦人家救护车啊？你是1栋214的，里面病危的老人是你的家属。什么？编，继续编！你们当我傻吗？我爸刚给我打电话，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突然心梗？我看你就是想故意骗我，好让我放你进去。这是急救中心的呼叫记录，号码就是你家人的，你可以确认一下。患者的黄金抢救时间还有10分钟，你多拖1秒，他就少1分活下去的机会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拿了什么号码来演戏？我凭什么信你？患者家属报的地址就是1栋214，年龄60岁，他就是你的家属，你可以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凭什么听你的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配指使我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我们真的没必要拿这事儿来骗人。患者现在非常危险，真的不能被耽误了。林女士，现在黄金抢救时间还不到10分钟，现在进去你家人还有抢救的机会。是啊，人家医生都这么说了，打个电话又能怎么样？要是你家人出什么事儿了，将来有你后悔的。就是啊，别犟了，几秒钟的事情，别拿家人的命赌呀！苏青说的那么肯定，该不会是里面那个人真是我的家人吧？患者家属报备的地方就是1栋214，如果你住在那，那必然就是你的家属。接呀，别犹豫了，快点接电话呀！快接呀！这天儿，哎呦，薇薇啊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薇薇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你跟我妈还好吧？老李，别跟薇薇说，她会担心的。好，薇薇，我和你妈都没事。那就，我还有事，就先挂了。听到了吗？我爸好好的，你居然敢诅咒我家人心梗病危，安的到底是什么黑心？不可能啊！患者家属报的地址就是1栋214，这不可能出错的。事到如今你还在撒谎，我爸明明好好的，你还敢咒我家人？今天我非要教训你这个贱人不可！你冷静点，急救中心给的地址和患者信息不可能出错，要不你让我们进去看看，真出事的话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今天我就要把你拍下来放到网上去，让大家看看你们两个不讲理的东西。你能不能别再闹了？我们是来急救的，里面的人等着我们救命。别人的命关我什么事？他死了也是他命贱，我活该。要怪就怪他遇上你这个只会造谣咒人的假医生。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命贱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你这么冷血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就是啊，这简直就是间接杀人，我们都能作证，是你一直拦着救护车，耽误了抢救时间。我冷血，我间接杀人，他没咒你们爸妈早死，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咒你们爸妈早死一个试试。林薇，现在黄金抢救时间还剩下7分钟，你现在让我进去，你的家人还能得救。如果他真的出事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嘿，就算他死了，也是你没能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敢咒我家人，我跟你没完！既然跟你说不通，那就让你爸跟你说。你快让医生进来呀！你妈快不行了。你疯了！这是我们跟患者沟通的手机，你把它砸了，你知道后果多严重吗？一个破手机，我摔了就摔了，有什么重要的？有本事你报警抓我！还有3分钟，不能再跟他纠缠了，必须立刻过去。林薇，你简直无可救药，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想硬闯，没门儿！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让我们进去救人？简单啊，你给我下跪道歉，我就考虑一下，否则你今天休想踏进这里一步！你给我让开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、遭天谴的东西！我到时候让你爸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孝女！滚开！再多管闲事，我连你一起骂！今天非要他给我下跪道歉不可！喂，是救护车是吗？好，我马上下来接你们。老伴儿，老伴儿啊！这是在侮辱人，你太过分了！苏青，你口口声声说着要救人，结果连下跪都不肯。我看你不是想救人，只是想靠着救人博名声吧？患者情况非常危急，早一点救援就多一点可能。为了患者，快去跪吧！好。
我跪。早这样不就完了？你要是这样，里面那个人说不定都被救了。快跪呀！苏医生，你别跪，像这种颠倒黑白、蛇蝎心肠的人，我们就直接报警，让警察把他拉走。你们敢？苏青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警察来需要一段时间，等警察到，估计那人都凉透了，到时候你就是害死人的凶手。时间不等人了，只要能救人，我可以跪。微微，你快让开！你妈现在等着救护车救命呢！怎么感觉这个人的声音这么像我爸？肯定是我看错了。苏青，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要不是你开车不看路，撞我的车还舍不得那些赔偿，怎么会耽误到现在？你就是个杀人凶手！林薇，你为了为难我，居然拿生命开玩笑，你简直不配称之为人。明明是你自己也没有能力，还想往我头上扣帽子。像你这种废物，根本就不配当医生，必须让医院开除你！你还有脸说？全程都是你在胡搅蛮缠、敲诈勒索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我们亲眼看见你拦着救护车不让进去，你现在还在这里颠倒黑白，你当我们瞎吗？明明是苏青，她能力不行，还想找替罪羊。我这是在让你们看清她的真面目，好让你们别被她给害死了。我们才不会让你骗！苏医生为了救人不惜委屈自己，请你撞着患者的命，这样的医生比你强100倍、1000倍。你们这群瞎了眼的蠢货，跟苏青是一伙的吧？苏青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？哦，我知道，你们关系不一般吧？我的为人我问心无愧，你的强盗逻辑我懒得跟你争辩。你要是再不让我们进去，我就立刻报警，追究你妨碍公务的责任。报警？你报啊！等警察来了，那人早就凉透了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是谁吃不了兜着走。反正我又没有拦你，是你自己能力不行进不去，那能怪得了谁？哈泽哥，喂，哈泽哥，怎么了，宝贝？想死你了，宝贝！今晚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，我给你带了礼物哦。死鬼！我就知道你最爱我，我现在就去找你，给你穿你最爱的那个套装。声音怎么那么像陆泽？苏青啊，现在抢救时间已经过了，人肯定救不活。等医院开除你，哈泽就会跟你离婚，然后娶我进门。苏青，识相点，你就乖乖自己辞职。你作为医生救不了人，到时候家属找到医院，你就不仅仅是辞职那么简单，你还会身败名裂。只要患者还有一丝希望，我就不会放弃。告诉你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你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倒要看看到时候怎么收场。对了，那50万块的修车费你别忘了交给我。你也不想我把你家闹个鸡犬不宁吧？快去救人！哎，医生，我求求你们救救我老伴儿吧，他快不行了。哎呦，快接电话呀！林患者的家属，林患者的家属在吗？我就是。我老伴儿怎么样了？患者情况非常危急，现在需要你签署病危通知书。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救救我老伴儿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，只要能救我老伴儿的命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你快起来！苏医生和团队正在里面拼尽全力抢救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你放心。好。
谁打来的？不接吗？没事，不重要。我们继续说我们的。阿泽，我跟苏青比，谁更厉害？当然是你了。苏青那么无趣，哪有你讨人喜欢？讨厌，就知道说好听的哄我。明天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哦，那我可得等着了。等到明天，阿泽就真正属于我了。我问你，你们医院把苏青开除了没？苏青医生没有啊，他还是我们医院的心脏科医生，昨晚刚进行一台手术。怎么可能？昨天他没救到人，不应该被开除了吗？女士，你肯定搞错了。苏医生昨天接回患者之后，一直在手术室抢救，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。什么？该死！直接毒手那个人不应该死了吗？不能让他继续当医生，我今天必须让他滚出医院。女士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要找苏医生，可以去那边挂号。挂什么号？我现在就要见他。苏青，你丧尽天良，没有医德，快给我滚出来！林薇，你怎么在医院里大喊大叫的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我当然要揭穿你的真面目。你作为医生开车不看路，违规驾驶，撞了我的车，不仅不赔钱，还想肇事逃逸。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昨天是你的车逆行挡道，救护车是正常执行任务，全程都有路人见证，根本就不存在我撞你的说法。放屁！我的车价值100万，我撞你的破救护车干嘛？分明是你开车撞人，还想耍无赖。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撞的，那好，车里都有行车记录仪，你把视频调出来，大家能看本质。不能让他看见陆总在车内的事情会被发现，我绝对就会被开除，那就完了。你让我拿我就拿，你算老几？我看你是心虚了。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大家快来评评理！苏青作为医生，居然诅咒我家人死，这种人就不配当医生。心脏科医生苏青开车撞我，还想耍无赖，还诅咒我家人该死。像他这种心术不正的人留在医院，以后不知道谁要遭殃呢。我没有诅咒任何人。昨天小区里的病患确实是你的母亲，你跟我去病房看一眼，就知道我有没有说谎。我才不去，病房那种地方多晦气，万一我染上什么不干净的。苏青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既然你这样想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你不许走！今天你必须为咒我妈的事情赔礼道歉，还要赔我妈精神损失费。我现在不想跟你纠缠，患者还在等我查房。院长呢？你们院长给我出来！你们医院的医生那么无法无天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医院不能喧哗闹事。院长，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苏青作为医生，居然咒我家人早死，像他这种人，你们必须要开除他。苏医生是我们医院优秀的主治医生，行医多年，还从来就没有过违规记录。你所说的诅咒患者和肇事逃逸，有证据？这人怎么那么像微微？女士，污蔑医生、扰乱医院秩序是要承担责任的。你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开除苏医生。我就是证据，我亲耳听到他咒我妈死，难道我还会拿我妈开玩笑？我行医多年，一直以救死扶伤为准则，我尊重每一条生命，绝不会做违反医德的事。这苏医生我认识，人特别好，很有耐心。之前我家的老人就是他救的，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种事。我也相信苏医生的口碑在我们病友圈一直很好，肯定不是会做那种事儿的人。你们懂什么？别被他给骗了，他都是装的，他就是一个伪君子，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好了，大家先别吵了，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那就拿事实说话。去把昨天那位患心肌梗塞患者的就诊资料拿出来，我们医院都有就诊记录，你可以自己看。那位被苏医生抢救回来的患者，是不是你的母亲？
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医院要怎么包庇苏青这个贱人。女士，这是患者的医疗资料，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妈？我就知道你们早就串通好，居然伪造患者信息来包庇他。一个破医院，为了包庇自己的医生，居然能造假患者信息，真是无耻至极。林薇，这里是市3甲医院，每一个就诊记录都有电子备案和多重签字确认，绝不可能存在造假的情况。呸！你们医院想造假还不容易啊？随便填个姓名的患者名字就想蒙骗我？我看你们根本就是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！太过分了！这些都是患者的重要医疗资料，关乎后续的治疗和存档，你怎么能随意破坏？这已经涉嫌到扰乱医疗秩序。你这人简直不可理喻！医院给你看证据，你不看还要毁掉，分明是自己理亏，还想耍无赖。就是，苏医生口碑这么好，医院有必要为他造假吗？就是你自己不肯面对现实，还污蔑医院，真是太没有道德了！你们懂什么？这个医院的人都是道德败坏的人。胡说八道！保安，保安在哪里？这位女士肆意破坏医疗资料，扰乱医院秩序，把她带下去，交给警察处理。都给我放开！今天你们谁敢碰我，我就让你们这医院都别开了！薇薇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爸，你怎么在医院？难道你生病了？老婆子特意叮嘱我，不让我和薇薇说她生病的事儿，怕她担心，还是等老婆子脱离危险再告诉她吧。哎呀，我没生病。爸，那就好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贱人一直在咒我妈死，你快跟我一起教训她。哎呀，薇薇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苏医生是好人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他呢？你怎么能为他说话呢？他可是一直说我妈心肌梗塞。林叔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跟你女儿说实话吧。昨天到底是不是你报的急救电话？患者又是不是你的母亲？这……你少再让我骗我吧！我看你就是欠收拾，今天我非得打死你不可！够了，薇薇。苏医生他没有撒谎，昨天你妈的确犯了急性心梗，人差点都没了。要不是苏医生鼎力相救，才捡回一条命来。什么？爸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昨天还跟我说妈好好的，怎么今天突然就心梗住院了呢？这一定都是假的。知道你很担心，所以没跟你说实话。昨天要不是苏医生全力抢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今天早上妈还好好的，怎么就会突然心肌梗塞了呢？这一定是假的！是不是苏青这个贱人，她收买你？哎，爸没有骗你。你妈虽然平时看着很硬朗，但是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她不会提前打招呼的呀。林薇，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态，急性心梗又是急症，与平常状态无关。你爸不可能拿你妈的生命开玩笑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我妈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心梗呢？这一定都是骗我的。你不信是吧？你不信，我带你到病房去看看你妈，你就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撒谎。走。还没过危险期，什么时候过还不知道。你进去啊！你不是说我们骗你吗？妈，你快醒醒啊！你看看我，我是薇薇啊！薇薇，你告诉我，昨天在小区拦救护车的那个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妈，我不是打电话告诉你了吗？叫你不要拦救护车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拦了救护车，你妈现在还在危险期，什么时候过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电话里那个人是你啊，而且是苏青撞了我的车，我就
进去，根本就没有响了救护车。理论几句？你理论了多久？你知道吗？半个多小时！你妈白白错过了黄金抢救的时间，你糊涂啊！我哪知道那救护车真是去救我妈的？我要是知道，我怎么会不让他进？苏医生当时是不是告诉你了？里面那个患者就是你妈？你当时为什么不听？为什么要拦着救护车不让进？我都说了，是苏青撞我的车，他不肯给我赔偿，我以为那是他找的借口。好啊，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你还在想着你自己的车？你把人命这么不当回事儿，你看我怎么教训你！这位家属，你冷静一点，患者需要安静，有什么事可以出去说。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我亲手养大的女儿，居然做出拦救护车这么不道德的事情，还害了自己的妈，怎么对待自己的列祖列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苏晴。要不是她不会开车，我怎么会拦救护车？我妈又怎么会病重？都是怪她。你这个逆女，你还在推卸责任？要不是苏青，你今天就见不着你妈了。我说的没有错，都是她害的。要不是她开车撞我，我根本就不会拦救护车，我妈也不会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她。林薇，昨天是你突然逆行，所以才发生了碰撞。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，我们可以调出来，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。谁知道你的行车记录仪有没有改过？我的车可是上值100万，我怎么可能会拿我的车撞你的车？够了！你到现在不仅不感恩苏医生，你反而还倒打一耙。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忘恩负义、不知好歹的家伙？爸，你怎么能为这个贱人这么骂我？我可是你亲女儿啊！你还在胡搅蛮缠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哪还有胡搅蛮缠？是他不愿意赔偿，他要是早把钱给我，我早就让他进去了。都怪他，把钱看得比人命还重要。你还在颠倒黑白？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逆女，你打呀！你今天打死我，我也要说是苏青的错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爸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有打过我，你居然为了这么个贱人打我！这一巴掌是替你妈打的，你妈从小那么宠你，没想到宠出你这么个不知好歹、冷血无情的家伙！我没有做错，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妈？我可是她的亲女儿，明明就是她苏青害的，是她开车不长眼，是她不赔偿，是她骗我，要不是她，我妈怎么可能会躺在这里？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都说了些什么？苏医生费尽全力救了你妈，你不仅不感谢人家，你反而还怪人家。你今天必须给苏医生道歉。我凭什么要道歉？要道歉也是他给我道歉。他毁了我的车，害了我妈，我跟他不共戴天。想让我道歉，除非我死。你如果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，不肯跟苏医生道歉的话，我和你妈从今天开始就跟你断绝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也没你这么个不孝女。你居然要为了这个贱人跟我断绝关系，苏青，都怪你！你是个杀人凶手，你毁了我的家，毁了我的一切。什么杀人凶手啊？陆泽，你得给我做主！苏青他欺负我，还把我妈害成这样，你快让医院开除他！今天我必须要为我和我妈讨一个公道。注意分寸。苏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下午3点，玲珑小区有位患者突发心肌梗塞，救护车到的时候，林薇拦着救护车不让进去，患者错失黄金抢救时间，现在还在危险期。昨天下午3点，那不就是我和林薇在一起的时候？原来是这样，林薇怎么能拦救护车呢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陆泽啊，昨天不应该你在医院值班吗？为什么联系不上你？我昨天去看以前的老病患了，他病症突发，家属联系我去看一看，我没来得及报备，手机又刚好没电了，所以你联系不上我。你作为专家就应该知道，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报备，突然离职还失联，这就是严重违规。要不是我昨天刚好来医院救你，这个情况你负责吗？你懂什么？
陆泽离开是为了去救病人，你别鸡蛋里面挑骨头，把责任都归到陆泽头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作为专家擅自离职是要被追责的。我知道，我这不也是迫不得已吗？患者有事，我不能不去看。陆泽，亏她还是你老婆，她一点都不体贴你，娶了这种老婆真受罪。你们两个啊，很熟吗？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之前偶然认识的。是啊，我跟陆泽就是普通的好朋友。他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吗？那看来在他心里你也不怎么样嘛。林薇，别乱说。我说的有什么错的？本来就是。够了！你们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你妈现在还躺在病床上，生死未卜，你们还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你们很闲吗？陆泽，你快跟院长说，苏青她失职害了我妈，让院长开除她，再让她赔我50万修车费。你是市医院的骨干专家，说话肯定管用。林薇，这事就不能这么办。苏青拼尽全力抢救你妈，她没有任何失职之处，而且是你拦救护车，导致病患错过抢救时间，现在怎么反过来怪她？陆泽，你居然不帮我！我可是你的好朋友。苏青欺负我，你居然不帮我！今天必须帮我说话。这事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，你没事拦什么救护车啊？你要是不拦救护车，现在能是这种局面吗？陆泽，我拦救护车是为了谁啊？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和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林薇是气糊涂了，她胡言乱语。别当真，别听她胡说。怎么感觉这两个人有事瞒着我？你再胡说，我就跟你分手。我哪有胡说？明明就……好了，跟我出来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我不去，今天苏青必须被开除。闹够了没有？这里是病房，别打扰林阿姨休息。有什么事情出去说。阿泽，你弄疼我了。薇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，是想害死我吗？你必须帮我解决这件事。我拦救护车也是为了让苏青救不了人被开除，好让她比不上你。你就因为这个拦救护车？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你必须帮，否则我就把我们的关系说出去，让你身败名裂。陆泽今天的反应不对劲，我现在必须得找他问清楚。你我怎么帮你啊？你拦救护车，影响病患救治，这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了。这事太大了，我根本帮不了你。阿泽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我当时脑子一热，就想着除掉苏青这个绊脚石，哪知道会惹出那么大的祸。你就帮帮我吧。不行，这件事太大了，院长已经知道了，到时候警察也会介入。你自己惹的麻烦，自己承担后果。你不帮我，好，那我就告诉所有人，是你想办法让我搞臭苏青名声。反正到时候我不过是名声不好，而你会声名扫地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搞臭苏青名声了？你自己做的事，你别赖在我头上啊！那我们就试试，看看大家会不会信。不能让林薇说出去，我的职业生涯不能毁在他手里。行，我帮你，但是我只能去找院长求情。这件事成不成，我不敢保证。陆泽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那我们走往老地方，我好好奖励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！青青，你别误会，不是你想那样。陆泽，你说有事跟林薇说，你有的事就是搂搂抱抱。不是我没有。哎呀，陆泽，反正他都看到了，那就实话告诉他呗。你看的没错，陆泽就是我男朋友。你别乱说。青青，真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陆泽，你要不要脸？我都亲眼看见你们抱在一起了。原来昨天你根本没有去看病患，你就是跟林薇在一起。我就说那个人怎么那么像你，原来真的是你。苏青，陆泽跟我在一起，还不是因为你没个女人样，整天在医院就知道忙工作，也不知道体贴阿泽。他不喜欢你，难道不应该吗？陆泽，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？
青青，林薇说的并非没有道理，你整天就知道忙工作，我回到家连口热饭都没得吃。我也希望有人回家等我，给我做饭，而不是整天吃外卖。所以你就出轨？就因为我忙工作，顾不上给你做饭，所以你就能背叛我们的婚姻，背叛我们的感情？陆泽，你真恶心！苏晴，你扪心自问，你除了工作还会干什么？我是你丈夫，不是你手下，你怎么总想压我一头？你明知道我想要一个贤妻良母。原来如此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是战友，原来在你心里就是这么想我的。陆泽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青青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，只要你辞职好好在家，我们还是能回到恋爱时候的。你照顾家里，我赚钱养你，这不好吗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明天跟我去民政局签字离婚。你不准走！你必须保证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陆泽，你出轨的时候就要做好被发现的准备。怎么，现在被发现了就怕了？那你出轨的胆子呢？被狗吃了？好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错了，我可以道歉。但是你必须保证帮我保密。你也不希望被别人在背后议论吧？我没做错任何事，我怕什么议论？阿泽，你别怕，就算他到时候说出去，你就说是他苏青为了升职故意污蔑你，到时候他肯定名声扫地。林薇啊，你的流氓逻辑真搞笑，你真的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傻子吗？苏晴，我可以签字离婚，但是你必须帮我保守秘密，不然我们就拖着，谁也别想好过。你威胁我？陆泽，你怕是忘了我苏青从来就不是一个怕被威胁的人。你要跟我耗着，好啊，那我就看你有没有资本跟我耗。苏青，你不答应我就别想走。你放开我！陆专家，你有看见苏医生吗？3号床患者病情加重，需要他过去看一下。3号床，那不是我妈的病床吗？放开我，我要去救人。苏晴，不许走！林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是你妈妈需要被抢救，你拦着我是要害死她吗？正是因为我妈现在要抢救，所以我更不能让你去。你就是个灾星，要不是你，我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只相信阿泽，只有他可以救我妈。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是病人的主刀医生，只能我去。阿泽，昨天本该就是你救我妈，现在只不过是回归原位。你现在去救我妈，到时候你把我妈救回来，说不定还可以将功赎罪。可是梁阿姨的主刀医师是苏青，她最了解你妈的情况。你现在贸然出手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那能出什么问题？你可比苏青厉害多了。到时候你把我妈救回来，就不会有人追究你昨天的事了。林薇说的没错，只要我救了林薇她妈，昨天善林失手的事儿，说不定能不追究。陆泽，你别犯糊涂。林阿姨的病情复杂，急救方案是我和专家组一起制定的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你现在去那就是违规操作。苏晴，我比你厉害，我不信我比不过你。陆泽，不要啊！陆专家，怎么是您？苏医生吗？苏医生联系不上，现在患者情况危急，这个手术我来进行。苏医生是患者主刀医师，要是现在情况很紧急，这个手术必须马上进行。慢着，这个手术必须由我来做，你现在就得离开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办公室吗？陆泽，你居然敢利用病人的命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苏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老伴儿，她不能有事啊！你放心，救人是我的职责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抢救她。这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刚才林薇拦着我，不让我做手术，非要陆专家来抢救。这件事，我觉得你有知情权。我们走。薇薇，刚刚苏医生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竟然拦着苏医生不救你妈的命！爸，苏青她是技术不行，陆专家技术好，所以我才让她救我妈的。我扎死你这个逆女！你竟然拿你妈的命开玩笑！你是要把你妈害死才罢休吗？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太着急了，一时糊涂才这样做，我没有想害我妈。刚在病房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和这个陆专家关系不简单。薇薇，你说你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和陆泽就是普通朋友关系。你是我女儿，我还能不知道你？你如果不说实话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我说，我跟他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家门不幸，
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住手！手术室外请安静。陆泽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院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陆泽，你身为专家，擅离职守，违规操作，还私生活作风不正，你不仅丢了自己的职业素养，还丢了医院的脸。院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院长，你别怪陆泽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缠着他让他做手术的。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吧。你也逃不掉，拿自己母亲的性命开玩笑，简直荒唐。这件事我一定会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。苏医生，怎么样？我老婆她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手术非常顺利，病人已经成功度过危险期，后续好好休养，很快就会康复。陆泽，明天早上9点，你跟我去民政局签字，咱俩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晴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不能说没就没了。你现在求我有什么用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等着纪检部门来调查。我的工作全完了。薇薇，你和公安机关好好配合，你也是该长点教训了。家属，跟我来处理一下后续手续。好嘞。